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老谭。上一期视频我们讲到了国内的某些培训机构的骚操作，引发了很多人的疑问。为什么作为亚马逊，我们不要单纯的去做无货运模式呢？首先，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所谓的无货运模式。按照某些培训机构的一些思路啊，就是你去购买它的一套 ERP，然后你从国内的某巴巴或者是某宝上面去采集他们的产品，然后批量的把产品上到你自己对应店铺里面去，每天大概50到100、200不等。每天重复这样的工作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做起下单了。下单之后，客户下单之后呢，你再到你采集的商家那里下单，把货发到你客户手里面。这样乍一听的话，这个模式真的是非常完美，对吧？不用你自己运货，你还可以不停的去空手套白单，赚取一个差价。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，如果你单纯的去采用这样的无货运模式的话，去操作亚马逊，现阶段来说那就是扯淡。我来告诉你原因吧。第一，亚马逊这个平台所有的产品，它的搜索群众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是否采用了亚马逊的 FBA 模式。那么你做无货源的话，那肯定是自发货。那首先你这个产品的搜索群众不高，那就会导致你这个产品的整体流量不高，对不对？第二的话，你这个产品的流量不高怎么办呢？你每个产品只有几个，甚至只有几十个的流量，那你就需要不停的去上架产品，对吧？这样的话，你就是要以量取胜，你这个店铺最终可能有1000、2000或者3000、4000个产品，那就会导致一个问题，你去批量抓取别人平台上面的一些产品，这中间会不会有1个、2个或者3个、4个涉及到侵权呢？你要知道，在亚马逊上面，亚马逊最看重的也是一个知识产权。说到这里啊，如果是你上传了2000、3000个产品之后，你店铺里出现1个、2个侵权的产品，那基本上你这个店铺离那个关店的话就不会太远了。第三的话就是无货运模式，你这个产品你自己都没有见过，它的质量怎么样？有没有安全隐患，或者有什么问题，对吧？你自己都不是很清楚的。那你自己不清楚的话，你直接进个客户，那肯定会导致非常多的问题，像投诉率比较高啊，退货率比较高啊。第四，就是你在那个采集这些产品的时候，别人也在采集这些产品，可能你在某些培训机构的一些同学都是采用的同一种模式、同一种方法采集同一个产品。大家都是同样一套打法，那你的产品就跟别人没有任何区别。那你怎么去做出差异化呢？那肯定那就是设置一个打价格战了。那我们的利润就会很被动，对吧？你本身没有什么流量，好不容易来了一单，还不赚过什么钱。所以说，你看这种所谓的无货源操作模式，最终的结局就是你要不断的上产品，不断的去开更多的店铺。这时候你在开店铺的时候，你就需要去它的 ERP 软件，那你就只有去选择它的 ERP 系统了。这样来，对于那些培训机构来说，这是对他是利好的，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圈套吧。说实话，这种就是无货源的操作模式，在3、4年前的话还是很有市场的。那时候国内很多卖家都是采用这种方法，但是现在这个平台已经趋于一个逐渐精细化的时候，这种无货源模式去操作的空间就不是很大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，你是否还要坚持去做这种无货源模式？我们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。那么问题又过来了，就是对于那个很多新手小白来说，我们要怎么去操作呢？我可以简单说一下我这边的操作思路。新手在做的时候呢，可以拿无货源模式去测款，记住是测款。一旦有流量之后，马上下架其他的无货源的，马上去下架其他无流量的产品，保留有流量的产品。这样你反复操作过3、4次，你的店铺的流量就会趋于稳定。然后你把你有销量的产品进货回来，
这时候你无论你是去采取 FBA 还是 FBM， 都由你自己去选择。对于新手有很多操作细节上的问题，大家可以私聊我，或者是观看我后期的视频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，可以关注我，有什么疑问可以私聊我，谢谢。